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故事，说起来简直就是缘分天注定，命运的红线跨越了海峡，把一对有缘人紧紧系在了一起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人生最美好的相遇，往往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叫小雨，是个北京姑娘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能力特别强，人也漂亮，但感情上却遭遇了滑铁卢。跟男朋友交往3年，眼看就要谈婚论嫁了，结果发现这个男人居然劈腿了自己的闺蜜。这个打击对小雨来说简直太大了，我真的太难了。小雨当时心如死灰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坍塌。闺蜜背叛，男友出轨，这双重打击让小雨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她请了长假，决定一个人去台湾散心。为什么选台湾？因为小雨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台湾偶像剧，对那个宝岛充满了向往，换个环境，或许能让我重新找回自己。小雨这么想着，收拾行李，踏上了飞往台北的航班。刚到台北的那几天，小雨的心情确实好了不少。台北的繁华与北京不同，街道干净整洁，行人脸上都挂着和煦的笑容，让人感觉特别舒服。小雨去了西门町、诚品书店、台北故宫博物院，还有网红打卡地猫空缆车，每天都过得忙忙碌碌，倒也没时间去想那些伤心事。但是人生的转折点就在第5天傍晚来临了。那天小雨去了九份，这个因悲情城市和千与千寻而闻名的小山城，让他彻底着迷了。昏黄的灯光，蜿蜒的石阶，古色古香的茶楼，还有弥漫在空气中的淡淡茶香，让人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。这里太美了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小雨边走边自言自语，她在一家茶楼点了壶茶，一边品茶一边欣赏窗外的夜景，完全沉浸在这宁静祥和的氛围里。时间过得飞快，等小雨回过神来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最后一班回台北的公交车也早已离开，完蛋了。小雨懊恼地拍了拍额头，茶楼老板见状，善意地提醒他可以住在9份的民宿，第2天再回台北。小雨觉得这个建议不错，于是在老板的推荐下，找到了一家临时的民宿。谁知道第2天一早，小雨却发现自己的护照不见了。天哪，护照怎么会不见了？小雨慌了神，把行李箱和背包翻了个底朝天，还是没找到护照。他努力回想昨天的行程，突然想起来，自己好像是在那家茶楼看风景的时候，把护照从包里拿出来过，可能是不小心落在那里了。小雨急匆匆地赶回昨天的茶楼，可惜茶楼还没开门。正当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，一个温柔的男声从身后传来，请问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小雨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穿着休闲衬衫的男生站在他身后，手里拿着他的护照。那一刻，阳光正好从男生的背后洒下来，给他整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，就像是从天而降的救星。我的护照！小雨惊喜地喊道，你是怎么找到的？男生微笑着解释，昨天我在茶楼看到你离开时落下了护照，本来想追上去还给你，但是你走得太快了。我问了茶楼的老板，他说你可能会住在附近的民宿，我就想着今天早上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的遇到你了。小雨感动的眼眶都湿了，在陌生的地方遇到这样的好心人，真的是太幸运了，太谢谢你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请你吃早餐吧，就当是感谢你的帮助。小雨真诚地说，我叫阿奇，阿达奇的奇，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男生爽朗地笑着，眼睛弯成了月牙形。就这样，小雨和阿奇在9份的一家早餐店共进了早餐。聊天中，小雨得知阿奇是台北人，在9份有个摄影工作室，经常来这里拍照。他性格开朗，说话幽默，很快就和小雨聊得热火朝天。你一个人来台湾玩吗？阿奇好奇地问。小雨点点头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自己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阿奇。没想到阿奇听完后，不但没有同情他，反而笑着说，哇，
那你真的是因祸得福哦，那种渣男早分早超脱啊！来台湾玩的开不开心？小雨被他的反应逗笑了，心里的阴霾也一扫而空。很开心，特别是9份，我太喜欢这里了。那太好了，既然你这么喜欢9份，要不要我带你去一些游客不常去的地方看看？我对这里可熟啦。阿奇热情的提议，小雨犹豫了一下，但看着阿奇真诚的眼神，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可以信任的。再说了，台湾治安也很好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于是他点头答应了。接下来的一天，阿奇带着小雨走遍了9份的大街小巷，他们去了当地人才知道的观景点，爬上了没有游客的山坡，看到了最美的海景。前几天我们去了垦丁，风景美得不得了，但沿途的房子都挺普通的，可当地人看起来生活得很惬意，一点也不焦虑。对呀，雨欣点点头。我现在特别喜欢台湾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，让人有时间去感受生活的美好，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更多更好。送别王婶后，雨欣站在店门口，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心中满是感慨。从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可怜女孩，到如今的幸福女人，她经历了太多，而台湾这个最初让她失望的地方，却给了她真正的家和归属感。小心，该接洋洋放学了。志豪的提醒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啊，这就去。雨欣笑着回应，匆匆换下围裙，准备去接他的宝贝儿子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平凡而美好。雨欣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富裕不是住多大的房子，开多贵的车，而是拥有健康的身体、和睦的家庭、充实的精神生活，以及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这就是你说的富裕台湾。曾经，雨欣失望地问过，如今她可以自豪地回答，是的，这就是真正富裕的台湾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雨欣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表面的光鲜亮丽可能会随时间褪色，而真正的幸福来源于内心的充实和满足。两岸一家亲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都有值得对方学习的地方。希望我们都能像雨欣一样，放下偏见，用心去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幸福道路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阿奇还给小雨拍了很多美照，每一张都拍得特别专业，你拍的照片也太好看了吧！小雨看着手机里的照片，惊叹不已。那当然，我可是专业的。阿奇得意地挑了挑眉毛。一天下来，小雨和阿奇就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，无话不谈。晚上，阿奇送小雨回台北，还特意交换了联系方式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找我。阿奇临走前说，回到台北的小雨心情出奇的好，她躺在酒店的床上，脑海里不断回放和阿奇相处的点点滴滴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看一部浪漫的偶像剧。只不过这一次她成了女主角，我是不是有点喜欢上她啦？小雨捂着脸自问，不行不行，我才刚失恋，不能这么快又投入新的感情。但是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，小雨和阿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，小雨按照原计划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正当她被那些精美的文物深深吸引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，回头一看，居然是阿奇。阿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小雨惊讶地问，我今天刚好有个摄影工作在附近，想着你可能会来故宫，就过来碰碰运气。阿奇笑着解释，但眼神有些闪躲，显然是特意来找他的。你也太巧了吧？小雨笑着说，心里却暗暗高兴。就这样，阿奇又陪着小雨逛了一下午的故宫。他知识渊博，对每件文物都能说出一段有趣的故事，让小雨听得入迷。晚上，阿奇带小雨去了士林夜市，两人吃了各种台湾小吃，逛了许多特色店铺。在拥挤的人群中，阿奇一直紧紧牵着小雨的手，生怕她走丢了。那温暖的手心让小雨的心跳不自觉地加速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阿奇每天都会巧遇小雨，带他去台北的各个角落。他们去了渔人码头看夕阳，去了阳明山看花海，去了淡水老街吃美食，每一天都过得无比充实。小雨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散心的，完全沉浸在了和阿奇相处的快乐中。在台北的最后一天，阿奇带小雨去了象山看台北夜景，站在山顶，整个台北沉进收眼底。101大楼在夜色中闪闪发光，美得像是一幅画。小雨，阿奇突然认真地看着小雨，我知道你刚刚经历了一段不愉快的感情，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开始新的恋情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希望能有机会继续了解你。你明天就要回北京了，我可以去找你吗？小雨愣住了，没想到阿奇会这么直接的表白。他看着阿奇真诚的眼神，心里既感动又犹豫。他确实对阿奇有好感，但两人相识才短短几天，而且两岸的距离也不近，这样的感情真的能长久吗？阿奇，我小雨犹豫着开口，我也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，但是我们才认识几天，而且两岸的距离不是问题。阿奇坚定地说，只要我们彼此喜欢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，而且认识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一起的感觉。小雨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吗？看着阿奇真挚的眼神，小雨心里的防线完全崩塌了。他点了点头，轻声说，好。就在这一刻，台北的夜空突然绽放出绚烂的烟花，仿佛是在庆祝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第二天，阿奇送小雨去机场，临别前，阿奇送给小雨一个精美的礼盒，回去后再打开，阿奇神秘地说，这是我给你的惊喜。小雨带着满满的不舍和期待，登上了回北京的飞机。在飞机上，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阿奇的礼物，那是一本相册，里面装满了他们在台湾相处的照片，每张照片下面都配有阿奇亲手写的文字，记录着他们共同的点点滴滴。相册的最后一页贴着一张机票，是从台北到北京的，日期是1个月后，1个月后见我的小雨。阿奇在最后一页写道，看着这些，小雨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失恋后这么快就遇到一个这么好的人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回到北京后，小雨和阿奇每天都会视频聊天，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。虽然隔着海峡，但两人的感情却越来越深。1个月后，阿奇如约而至，来到北京看望小雨。在接下来的半年里，两人开始了异地恋。阿奇每个月都会飞来北京看小雨，而小雨也会利用假期去台北找阿奇。虽然异地恋很辛苦，但两人都觉得对方值得等待。这天，小雨下班回到家，突然收到一条来自阿奇的视频请求。打开视频，却发现阿奇站在他家楼下的花坛边。阿奇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雨惊讶地问。下楼来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阿奇笑着说。小雨飞快地换好衣服，3步并作2步地冲下楼。远远的，他就看到阿奇站在小区的中央花园里，周围布满了玫瑰花瓣和蜡烛，在夜色中格外浪漫。这是干嘛呀？小雨走近阿奇，忍不住害羞地问道。阿奇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郑重其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单膝跪地，深情地望着小雨。小雨，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这半年的相处让我更加确定，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。不管是台湾还是北京，只要有你在的地方，对我来说就是家。我愿意为你放下一切，搬到北京来陪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雨完全没想到阿奇会突然求婚，一时间惊喜得说不出话来。他看着眼前这个为他飞越海峡、不远万里而来的男人，心中满是感动。我愿意。小雨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，激动地点头。阿奇立刻站起来，将戒指戴在小雨的手指上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。这一刻，小雨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要搬到北京来。回过神来的小雨突然意识到阿奇话中的含义，
对啊，我已经在台北处理好了工作室的事情，准备在北京开一家新的摄影工作室。阿奇笑着说，以后我们就不用在异地恋了。真的吗？你不会舍不得台北吗？小雨有些担心地问。舍不得是肯定的，但是比起台北，我更舍不得你。阿奇认真地看着小雨，再说了，台北又不会跑掉，我们可以经常回去看看啊。阿奇深情地看着小雨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我也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爱你一生一世。小雨回望着阿奇，眼中满是幸福的泪光。台湾的婚礼举办得非常成功，阿奇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喜欢小雨，觉得她温柔贤惠、聪明有见地，特别是阿奇的妈妈，一直拉着小雨的手，感谢她给儿子带来的幸福。小雨啊，真的很谢谢你，让我们家阿奇变得这么有责任感。以前他就知道到处跑，拍他的照片，现在终于肯安定下来了。阿奇的妈妈慈爱地说，阿姨，是阿奇让我变得更好，我才要感谢他呢。小雨真诚地回答。1个月后，北京的婚礼也如期举行。这次的婚礼规模更大，小雨的父母请了亲朋好友，摆了20桌酒席。阿奇的父母和一些近亲也专程从台湾赶来参加。北京的婚礼更加传统，阿奇按照北方的习俗，清晨就来到小雨家迎娶新娘。他不仅要闯关回答伴娘们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，还要给小雨的姐妹们发红包。虽然阿奇对这些习俗有些不熟悉，但他都尽力配合，只为给小雨一个难忘的婚礼。这也太难了吧！阿奇在第3次被拦在门外时，无奈地苦笑道，谁让你想娶我们家小雨呢？没点真本事怎么行？小雨的闺蜜调皮地说。经过一系列的考验，阿奇终于成功地把小雨接出了家门。看着身穿中式嫁衣的小雨，阿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。婚礼现场，当司仪问到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你是否愿意和他共度余生时，阿奇和小雨都坚定地回答，我愿意。就在2人交换戒指的那一刻，小雨突然想到了1年前自己失恋时的绝望和痛苦。那时的他万万没想到，命运会在他最低谷的时候，给他送来一个如此温暖、体贴的另一半。如果不是当初的失恋，他可能永远不会去台湾，也就不会遇见阿奇。真的是因祸得福啊！小雨在心里感叹。婚礼结束后，2人开始了新婚生活。虽然阿奇已经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，但真正成为一家人后，2人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彼此的生活习惯。比如阿奇习惯晚睡晚起，而小雨则是早睡早起的生活方式。阿奇喜欢吃辣，小雨则更喜欢清淡的口味。阿奇做事比较随性，而小雨则喜欢计划周全。这些差异有时会引发一些小矛盾，但2人总是能通过沟通和妥协找到平衡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越来越了解彼此，也越来越包容对方的不同。结婚1周年的时候，小雨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个消息让2人既惊喜又紧张。我要当爸爸啦！阿奇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小雨手中的验孕棒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小雨笑着点头，你马上就要当爸爸啦！太棒了！阿奇激动地抱起小雨转了个圈，然后又赶紧把它放下来，生怕伤到他和肚子里的宝宝。我得赶紧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爸爸。阿奇立刻行动起来，买了一堆育儿书籍，还报名参加了准爸爸培训班。看着阿奇忙前忙后的样子，小雨心里满是幸福和感动。她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会珍惜她、关心她的男人。怀孕期间，阿奇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小雨。她学会了做各种营养餐，陪小雨去做产检，甚至在小雨孕吐严重的时候，整夜不睡地守在她身边。你太辛苦了，小雨心疼地看着眼圈发黑的阿奇，你也要注意休息呀。没事，比起你，我这点辛苦算什么？阿奇温柔地抚摸着小雨的肚子，我们的宝宝要健康成长，你也要保重身体。就这样，在阿奇的精心照料下，小雨的孕期过得非常顺利。10个月后，他们迎来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。
她好像你。阿奇看着襁褓中的小女孩，眼中满是柔情，一样的漂亮，一样的惹人爱。我觉得她更像你。小雨笑着说，你看她的眼睛多有神啊，就像你一样。那我们给她取什么名字呢？阿奇问道。小雨想了想，说，就叫她星星吧，寓意欣欣向荣，希望她能像她的名字一样，永远快乐、阳光。星星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阿奇点头赞同。有了孩子后，两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忙碌。阿奇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摄影工作室的名气越来越大，甚至接到了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邀约。而小雨的公众号也发展得越来越好，他还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，讲述自己在台湾的旅行经历和与阿奇的爱情故事。谁能想到，一本护照的丢失，居然让我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小雨在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，这本书一经出版，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许多读者被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所感动。小雨和阿奇还受邀参加了一些电视节目，分享他们的故事。你们的故事真的太浪漫了，一位主持人感叹道，就像是偶像剧一样。是啊，人生有时候比电视剧还要精彩。阿奇笑着回答，我真的很庆幸那天在茶楼捡到了小雨的护照，我更庆幸自己选择了相信你，接受了你的帮助。小雨深情地看着阿奇，不是所有的陌生人都会这么热心地帮助别人，那是因为你足够幸运，遇到了我这样的好人。阿奇调皮地眨了眨眼睛，是啊，我真的很幸运。小雨由衷地说，时光飞逝，转眼间小星星已经3岁了。这天，阿奇突然对小雨说，我们回9份吧，带星星一起去看看我们相遇的地方。小雨欣然同意，于是一家3口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。回到9份，看着那条熟悉的石阶路，那家记忆中的茶楼，小雨和阿奇都感慨万千。他们带着星星一步步走过当年的足迹。这就是爸爸妈妈相遇的地方吗？星星好奇地问。是的，就是这里。阿奇抱起星星，指着茶楼说，爸爸就是在这里捡到了妈妈的护照，然后我们就认识了。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一见钟情啊？星星天真地问道。阿奇和小雨相视一笑，阿奇说，算是吧，至少爸爸看到妈妈的第一眼就觉得她特别好看。骗人。小雨笑着拍了一下阿奇的肩膀，你当时根本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，你是看到我的护照照片才认出我的，那也算是一见钟情啊。阿奇狡辩道，我看到护照上的照片就觉得你很漂亮了。看着父母打情骂俏的样子，星星咯咯地笑了起来。晚上，当星星睡着后，小雨和阿奇坐在9份的茶楼里，就像5年前他们初次相遇时那样，品着茶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你后悔过吗？小雨突然问阿奇，后悔离开台湾来北京生活。阿奇认真地看着小雨，从来没有，有你和星星的地方就是我的家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北京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我就很满足。谢谢你，阿奇。小雨感动地说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么美好的生活。不，应该是我谢谢你。阿奇握住小雨的手，谢谢你当初选择了相信我，让我有机会走进你的生活。5年前的那个偶然相遇，如今已经变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缘分。小雨和阿奇都明白，无论未来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他们手牵着手，就一定能够共同面对。来，为我们的缘分干杯。阿奇举起茶杯，郑重地说，为我们的爱情干杯。小雨也举起茶杯，与阿奇轻轻碰杯。窗外9份的夜景依旧迷人，灯火阑珊，如同他们内心的爱情，温暖而明亮，照亮了彼此的人生路。在这个美丽的宝岛上，他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了，而这个故事还将继续书写下去，直到永远。各位朋友们，这就是今天讲的爱情故事了。我是丽姐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